中方采取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坚决反制佩洛西窜台，但美方却不知悔改，避重就轻。白宫不仅为佩洛西窜台辩护，甚至反咬一口指责中国。但外界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周一首次公开回应佩洛西窜台一事时，与佩洛西划清界限，称这是佩洛西的个人决定，但这是中方无法接受的借口。美国总统拜登周一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并不认为中国大陆会有进一步举动，但仍对解放军此次动员规模感到关切。How worried are you about the situation in Taiwan? I'm not worried, but I'm concerned that they're moving as much as they are.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going to do anything more. 这是佩洛西访问台湾后，拜登首次就台湾问题发表公开评论。深圳卫视注意到，7月20号在佩洛西窜台之前，拜登对媒体喊话称，美国军方不支持他去台湾。拜登作为美国3军统帅，舆论认为这意味着拜登是在与佩洛西划清界限。而周一，拜登再次和佩洛西划清界限。所以我们看到他这种表态，应该说并不说是很强硬的这种反应啊，也没有发出什么威胁性的政策的话语。同时呢，其实他也一定程度上是甩锅给佩洛西了。当然了，我们确实不相信，因为如果你一个总统真想拦住佩洛西不要去参访台湾的话，白宫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么拜登现在说那是佩洛西的自己的决定，跟我白宫无关。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府会又一次在创双簧。当然了，最重要的话不是看美国说什么，我们更重要的还是看美国做什么。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本人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一事上避重就轻，美国政府的多个部门则为佩洛西辩护，甚至反咬一口指责中国。周一，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林·卡尔倒打一耙，称中方的反制措施是一种切香肠式的胁迫，还称美方不会中计。他还狡辩称，中方反制佩洛西窜台完全没有必要，又称美方对中国大陆及对台湾地区的政策没有改变。卡尔还说，美方预估中国大陆在未来2年内不会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值得警惕的是，卡尔还放话称，对于美国来说很重要的是，现在要让中方知道美方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美军将继续从海上及空中通过台湾海峡等水域。I think you should expect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do Taiwan Strait transits as we have in the past in the coming weeks. 美军近期加强在中国周边的调动。据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网周一消息，美国海军蒂利波里号2栖攻击舰目前处在台湾以东海域，美国号2栖攻击舰停靠在日本佐世保港。该舰上周曾短暂前往东海海域，周五回港。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目前停留在菲律宾以东海域。以加州圣迭戈的落马角海军基地为母港的美国第3舰队也扬言要扩大在印太的活动。该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博伊尔表示，第3舰队或作为太平洋舰队的一个机动部门，或在第7舰队忙于其他任务时向前沿执行任务。但我相信美国对此的话，它其实也是有自己的顾忌的。因为对于中国而言的话，尤其是美国军方5角大楼其实很清楚中国近些年来军事实力的这个迅速增长。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原来所享有的这种军事上的这个优势，其实应该说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他也知道，中美2国如果因为台湾问题爆发军事冲突的话，那后果将是毁灭性，因为这是2个核大国之间的对撞。这时候国防部总归也要出来讲2句，表个态。否则的话，在国内他也交代不过去。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也知道美国的一些所谓的盟友其实也在看着。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周二接受央视采访时强调，台海危机就是美国一手挑起的，中方事先早已正告美国，佩洛西窜台很可能导致危机，给双方交流合作造成重大干扰，而美方对此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美方一边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一边又在自身有需要的地方寻求同中方合作，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马朝旭反问美国，根据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美方只能同台湾保持文化、商务等非官方关系，无论行政部门还是立法、司法机构，都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佩洛西是美国第3号政治人物，在窜台期间张口闭口代表美国，连他自己都承认这是一次官方访问，这不是官方往来又是什么？
马朝旭强调，台海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打破这个现状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和台独分裂势力。面对美方恶意挑衅，中方别无选择，必须奋起反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出现当前紧张局面，责任和后果只能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承担。美方口口声声说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但事实是，美方多年来在不断的曲解、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他们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夹带了不少的私货，包括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和所谓的6项保证，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中方从来就不接受，也一直坚决反对。马朝旭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什么海峡中线。美国及其盟友经常到中国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挑衅滋事，他们每年搞的军演就达上百次。过度反应、升级局势的帽子，他们戴最合适。美国国内对于佩洛西此次窜台也有大量的反对声音。美国前驻华大使马克思·鲍卡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佩洛西访问中国台湾地区就是在玩火。My view, frankly, is that she should not have gone. The goal of U.S. foreign policy is to reduce tensions with China, not increase tensions.And her visit clearly is increasing tensions. 鲍卡斯曾在2014年至2017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他认为佩洛西此次登台必将使美国付出代价。She's not just a visitor. She's not just a member of Congress. She's a speaker. The more Taiwan starts to look like it's becoming more independent,The more China is going to take its action. They have no choice.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院主任罗伯特·戴利指出，中方的反制措施显然可预见。佩洛西的访问完全没有必要，它无助于稳定中美关系，无助于推进美国利益，更无助于增进台湾人民的安全。But it's a predictable escalatory response, and it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if the trip hadn't been made, at least for a period of time.戴利说，目前中美关系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而美国官方应该对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有深刻感知，但美方却有意选择升高局势。美媒彭博社周一发文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包括解放军频繁越过美国划定的所谓海峡中线，以及向台岛上空发射导弹等一系列行动表明，这就是一种新常态。中方下一次遭到挑衅所发出的信号必定更加强烈。解放军东部战区周二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组织联合风控和联合保障行动。东部战区周一重点组织了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与此同时，解放军还在黄海和渤海开展实弹演习及军事演训。广东湛江附近的南海海域也连续进行射击训练。外界认为这带有明显的震慑外部干预的目的。而对于演训将会持续多久，新的军演会是常态吗？外交部强调，演训是对挑衅者的警示。东部战区周二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战区海军出动驱护舰，战区空军出动预警机、歼击机、加油机、干扰机等多批多型战机，重点演练制空作战、空中加油、对海支援等科目，锤炼复杂电磁环境下联合风控能力。清晨，东南沿海某机场，东部战区空军任务飞行员驾机起飞，战机挂载实弹直冲云霄。战机升空后不久就收到地面指挥所的作战指令，战机按照作战编组及时调整队形，加强协同配合，抵近任务空域。飞行过程中，根据周边态势调整兵力布势，制定拦截对策。拦截编队飞抵目标区域，在空中指挥员的指挥下，迅速与水面舰船建立协同关系，占据空中有利态势。完成目标分配后，长僚机密切配合，前后舱分工协作，进入待战接敌状态。数秒后，战机成功摆脱干扰，重新占据有利攻击阵位，锁定发射，连贯实施。攻击动作完成，战机迅速机动脱离，转入巡逻待战。行动中，支援保障兵力与空中作战兵力密切协同，保证战斗机长时在空持续风控。某新型加油机根据作战支援需求，在预定空域建立加油阵位，做好送油准备。
2架战斗机根据油量规划，按照既定航线飞抵加油阵位，受油顺利完成后，迅速返回行动区域，继续执行联合风控任务。央视军事在报道中披露，新型加油机的型号正是不久前才亮相的运油20。据了解，战区任务部队还同步组织了海上搜救、弹药物资补给、装备器材抢修、伤员救护转运等行动。联合风控和联合保障就是体现了它具体实行作战时候的一些需要啊。比如说联合风控，那么很可能就是它当时如果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的话，那么整个对台岛的一个风控啊，包括相关海域、相关空域的一个风控，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把台岛进行一个封锁啊，断绝它和外部的联系。联合保障就是说，在这种风控或者大规模的作战当中，你的后勤的支援啊，各种物资的供应等等，这个一定要做到位啊。因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你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战事的话，后勤一定要跟上，跟上之后，你的作战行动才能效率更高，才能更快地达到效果和战果。在周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军方今天宣布将举行新的多轮军演，请问军演将会持续多久？新的军演会是常态吗？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重申，中方在自己领土的周边海域开展正常的军事演训活动，公开、透明、专业。相关部门也已及时发布了公告，这符合国内法，符合国际法，也符合国际惯例，是对挑衅者的警示，也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之举。对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再度大放厥词，诬称大陆无理挑衅，对台军事威胁改变现状，还呼吁爱好民主自由的国家支持台湾云云。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二表示，吴钊燮是台独顽固分子，有关言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再次暴露出其顽固派谋独本性。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出卖民族利益、靠外部反华势力，特别是以美谋独实现政治野心。佩洛西窜台闹剧充分说明，民进党当局是不折不扣的挑衅者。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如果在挟洋自重、谋独挑衅的邪路上不收敛，必将遭致更加严厉的打击。周一，解放军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组织了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解放军在72小时锁台演习之后，继续在台岛周边演训，受到全球舆论高度关注。日本读卖新闻等媒体认为，此举意在宣示解放军的台湾近海演习将逐渐常态化。东部战区周一傍晚发布的视频还展示了解放军海空力量的联合反潜，空中反潜巡逻机大面积巡视目标海域，舰载直升机吊放声呐进行精确定位。我们与多兵种联合构建海空一体反潜作战体系，充分发挥多平台协同作战效能，使所的广度、深度、精度得到有效加强。那么这个固定翼飞机它飞得快，它巡逻的海域广，然后再配合这个反潜直升机的精确定位，再配合舰船上自带的声呐，所以形成了一个海空立体的一个反潜的能力啊。这个还是体现了当下解放军这个反潜、搜潜和攻潜这种装备啊硬件的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啊，也显示出反潜能力的这种大幅度的提高。对于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演练反潜作战的目的，观察指出，台海军的水下作战力量十分薄弱，不值得解放军演练反制。现役4艘潜艇中，海狮号和海豹号都是2战时期建造的超级古董，已经失去了出海作战能力。另外2艘荷兰于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旗鱼级潜艇，没有现代化升级，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而备受争议的台湾自制潜艇，最快要到明年9月下水。虽然台湾当局一再吹嘘技术领先，但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水平。虽然台海军的潜艇不值得解放军演练反制，但值得警惕的是，对台海事务蠢蠢欲动的美国和日本都拥有较为强大的水下作战力量。根据五角大楼的要求，美国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正在向台湾附近海域靠拢。按照惯例，美国航母打击群通常会有至少1艘攻击核潜艇在水下探路。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透露，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继续向南部行驶，与6号的位置相比，至8号中午，该航母向南移动了约140海里。
另一方面，台湾海峡附近水深较浅，水文环境复杂，不利于美国核潜艇这样的大型水下目标活动。相比之下，日本自卫队的常规潜艇倒更适合在台湾周边活动。我们也知道，今年这个美国的潜艇也是偷偷的到南海来了好几趟，包括日本自卫队也有比较强的这个常规的潜艇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解放军的这个演训可能还是针对一方面美日，另外一方面这个台军的这个潜艇啊，针对他们进行作战。台岛周边演训仍在继续。上周6起，解放军又在黄海海域开展为期10天的实弹演习。本周1起，还要在渤海海域开展为期1个月的军事演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驻韩美军副司令普勒斯日前妄称，若台湾有事，驻韩美军随时都能出动。还有消息称，美国1周来在冲绳以南和印太地区加强了军事部署。观察指出，黄海和渤海演训针对的就是驻韩美军和驻日美军企图介入南海的可能性。有台湾军事学者也认为，解放军持续在黄海、渤海2场军演，意在配合演练台海有事之时如何震慑可能增援的外部势力。如果台海爆发冲突，不会只有东部战区，所有其他战区都会动起来。新加坡联合早报解读称，解放军此次在接近日本的黄海和渤海展开军演，显示大陆正在就台湾问题向日本发出警告信号。尽管黄海、渤海与台湾距离遥远，看似无关，但解放军需防美日反击，这是整套的演习作业流程，有攻有守。驻韩美军还有3万人，而且武器装备也很先进，有 F-35战斗机，所以解放军在东部也会紧紧地盯着驻韩美军，包括驻日美军的一些动向啊。解放军在台岛周边的演习已进入第6天，台湾军方周1举行临时记者会，会上台军官员介绍称，自8月4日8时起，台军开始加强戒备，陆军战备部队提升为特遣队，海空军增加机动待命舰及地面警戒，防空导弹阵地再增加5个连。而对于解放军导弹飞越台岛上空，台军既未拦截也未发预警的表现，台军方则辩解称，台军均于第一时间掌握并分析大陆导弹的轨迹与落点，并立即完成拦截导弹准备，判明对本岛无影响，因此无发放防空警报。对此，台湾舆论嘲笑称，这反映了台军谜一样的防空能力。解放军军演也让美国保台迷梦破碎。近年来，美国为了执行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多次搅动台海局势，花样百出的打台湾牌，根本不管台湾人民的死活。一会儿要把台湾打造成不沉的航母，一会儿要将台湾变成军事豪猪。台湾中时电子报周1评论感慨称，豪猪已经成了烤猪。评论称，美在台湾全岛部署了4000多颗导弹，打造豪猪之岛。然而这次佩洛西窜访台湾造成的危机，使得这只豪猪露了馅。评论称，台湾花大笔军费孝敬美国，买了一大堆毫毛，结果却毫无用武之地，既不敢拦截，也不敢吭声，只能让对岸的军舰来花莲赏金打卡，如入无人之境。我觉得就是还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个巨大的震慑，也让台湾的大多数民众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这个美军保台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啊！而且在解放军这种强大的能力之下，实际上美军的这种所谓的保台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对于此次实战化联合演训的意义，台湾中华战略学会副理事长傅应川在台湾中国时报撰文称，解放军演训已消除了所谓台海中线，并借合围台湾全岛确立了控制，象征了两岸统一的第一步。文章认为，从军事战略发展上来看，美国在台海地区并没有优势，这与美国的军事智库兵棋推演结果相似。中美兵推的结果是18-0，美军没有胜过。站在战略的意义上看，显示出在西太及台海地区，美军居于绝对劣势。又因美军对台支援必须跨过太平洋，军力才能投射到西太平洋，因此所需消耗的军费必然超过解放军。依现行的国防预算，美军占 GDP 的 3.5%， 而解放军则不及 1.5%。 因此就中美长期作战而言，美国的经济势必会先被战争拖垮。文章的结论是，此次解放军之所以会胜，是因为达到了兵法上的至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用老子的柔幼战略思想，借军演创造了一个对解放军有利又使美军不敢夺取的战略环境。台湾未来最好的路就是和平统一。
中美关系紧张也让区域国家感到十分不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周一发表国庆献词时，就呼吁国民要有心理准备，中美关系转差会影响区内稳定。Our road ahead will not be easy. Around us, a storm is gathering. U.S.-China relations are worsening with intractable issues, deep suspicions, and limited engagement between them. This is unlikely to improve anytime soon. Furthermore, miscalculations or mishaps can easily make things much worse. We must also brace ourselves and be psychologically prepared that in the next decades, our region may not be as peaceful and stable as it has been thus far.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外交部发言人就佩洛西窜台答记者问，就美方的不当言论进行逐一批驳。那么您认为中美关系会持续紧张吗？主持人好，你说的没错，中美关系紧张呢仍在持续，而且呢中方在加码。佩洛西不顾中方的严正警告，执意窜台，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恶意挑衅。对此呢，中国已经进行了几轮的反制，包括外交谴责、大规模军事演训、叫停中美8项合作，对佩洛西及其亲属进行制裁。但是到目前为止呀，无论是佩洛西本人，还是美国政府、国会、军方等各涉事方呢，都没有诚恳的反思，没有改正错误的表现，反倒强词夺理、颠倒黑白，说什么佩洛西窜台呢，并不违反一中政策，甚至把台海局势紧张反扣在中国军演上。像其他工业国和欧盟都被美国的对台政策呢给带偏了，居然对中国维护主权安全的军演呢提出批评，这问题呢是够严重的。所以啊，中国呢还将在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继续加码反制美国啊，直到美国对破坏台海和平和中美关系的错误行径有深刻的反省和道歉，打消以台制华的念头，老老实实呢回到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上来，这中美紧张呢才能有望缓和。现在呢，求在美国一方，看他们如何作为了。美国总统拜登对解放军军演和佩洛西窜台首次表态，那么您从中看到些什么呢？拜登对佩洛西窜台引发的中美紧张和台海紧张，似乎并没有太深刻的反思，仍然呢含糊其辞，有赖账的味道，有甩锅的倾向。针对佩洛西窜台，拜登说呢，那是他个人的选择，显然呢不想承担美国政府的责任，显然呢是有意的轻描淡写甩锅的意味。当然呢，也由于佩洛西切割的这种倾向。而对佩洛西窜台引发的中国台海军演，拜登说呢，他对此关切，但是不担心，不认为中国呢会有进一步的行动。这说明呢，拜登对佩洛西窜台引发的中美紧张不想认账，企图推卸责任。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呢也都是拒不认错，还说什么台海紧张是中国制造的一场危机。这意味着呀，中国还需要增加反制措施，要打通美国，才能呢让美国政坛啊认真反省认错，为中美关系呢做一些正事实事好事。外交部发言人说呀，目前呢只是对肇事者发出了警告，今后呢将坚决地粉碎台湾当局啊通过美国获得独立的幻想。可以预计呢还会连续推出反制大招。解放军连续多天封岛演训，台防务部门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只是一味强调所谓严密监控，却对岛内民众关注的话题避重就轻。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民众认为蔡当局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更有台海军前舰长直言，一旦开战，台军必败。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只会麻痹人心。周二开始，台军一连4天在南部的屏东车城方山一带海岸实施天雷操演，进行反登陆射击演练。所谓的反登陆射击演习，其实就是在海岸滩边进行火炮试射。
据悉，台军共准备了36门155毫米火炮，包括1961年即装备美军的 M110、1980年装备的 M109A2，甚至1942年装备美军的 M114榴弹炮。这些火炮最大射程15公里，射速为每分钟1到3发。连岛内舆论都嘲讽称，以这种可以放在博物馆的火炮进行所谓压制反登陆演习，不知道台军到底在想什么。显然，这不是为了操演，而是为了方便蔡当局宣传。此外，根据岛内媒体公布的画面看，36门榴弹炮在海滩一字排开。有观察指出，这种密集部署，炮声隆隆，如烟火秀一般，但完全罔顾防空袭、反打击等实战要求，很容易被一锅端。虽然台军方的老旧火炮实在不敢恭维，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天雷操演射击的管制范围从海岸往台湾海峡延伸，长15公里，宽约13公里，其划定的演习区域与解放军公布的演训范围接近，甚至还有岛内媒体在报道中声称，不排除有小部分重叠，如同台军借由实弹操演予以反制。但台防务部门矢口否认，并表示这次演习的区域早在7月22号就已经公布。这个演习区是完全没有重叠的，而且这也是我们原本就设定好的演习区域。除天雷操演外，台自行设计建造的万吨级2栖船坞运输舰玉山舰在高雄外海进行第2次海试作业。据悉，玉山舰全长153米，宽23米，舰载武器包括1座76块炮、2座海基型天剑2型导弹、方阵快炮，并可停放2架直升机、2栖登陆舰艇、2栖突击车，可支援2栖作战。船上还有临时野战医院级医疗设备。台军方表示，若海试顺利，最快9月就可以交付。另据台媒6月时曝光，在当时的测试中，玉山舰后舱段突然漏水，被台网友讽刺是潜水艇。建造方台船公司表示，故障已经排除。对于台军方的举动，在周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正告台湾当局，任何逆历史潮流、以武拒统的图谋，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注定是螳臂当车，以失败告终。当前台海局势面临紧张，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拒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外界注意到，解放军连续多天的封岛演训期间，台防务部门鲜有发声，岛内舆论质疑台防务部门都在干什么。直到周一下午，台防务部门才以线上形式召开临时记者会，介绍台军应对举措。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台军方所说的所谓的应对措施，无非就是2个内容：不予发布以及自欺欺人。记者会上有媒体就提问，上周4解放军导弹飞越了台岛，传闻称台防务部门原有意公布，但因被高层阻拦而未发布，这是否属实？发言人对高层阻拦一事没有回应，仅强调解放军导弹发射后，台军方全程实时掌握并追踪了弹道航迹落点，研判落点在海上，对地面没有威胁，因此决定不予发布。但值得注意的是，纸终究包不住火。其后，日本防卫省公布了解放军导弹轨迹等事实，都用认知作战来思考了。他就说你要我发防空警报，我就偏不发。你要说你进了领空领海，我就说你没进。除不予发布外，这场临时记者会还上演了什么叫自欺欺人。台防务部门专门拉来了法律部门的负责人，大谈所谓解放军舰机越过了所谓海峡中线，而台军方发言人则强调，解放军舰机从未进入所谓领空领海以及所谓12海里。事实上，对于所谓海峡中线、领空领海、12海里等说辞，纯属伪命题。首先，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海峡中线等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从东部战区公布的信息来看，解放军都已经目视台岛海岸线，包括台岛花莲和平电厂的烟囱，也有台北淡水河入海口和台北市区。但在事实面前，台防务部门始终矢口否认。对于如此诡辩，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批评岛内政客只会说大话。现在可能跟一些政治人物讲话术，说没有经过领海，那是多少公里呢？把它讲出来嘛，因为有海岸雷达，有舰载的雷达，看得非常的清楚，它的距离马上可以量测出来。
张延廷感叹，解放军导弹飞越台岛，意味着全台已无安全区，台军处于绝对劣势。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台海军成功级张千舰前舰长黄征辉直言，按照目前的作战水平，一旦开战，台军必败。只是治标，还要制定非常详细的现场作业规定，而不是一句不要让他进来。什么叫不要让他进来？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政治的协商，你怎么做我怎么做的这种叫做传统的对称作战的观念，我们必败。岛内最新民调显示，有65.7%的民众对蔡当局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认为台湾无力进行自保。台湾中时新闻网分析指出，蔡英文完全没有检讨其两岸路线有何问题，民众该有何种危机意识，以及今后如何避免战祸的发生。美国则利用台海紧张掏空台湾的家底。美国搞不好也乐见这个局出现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增加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啊。那刚好顺势逼台湾的半导体到海外去布局啊。未来5年，他在军事上要保台湾，那难度越来越高。那可是无论如何，我要把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资产拿走啊。那战略资产不就是半导体吗？深圳卫视特别策划《台海风云录》，继续对话台军退役将领帅化民。在昨天的节目中，帅化民与深圳卫视记者分享了他在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赴美的一段密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强调，美方在挑动台海局势的同时，绝对不会在军事上真正的支持台湾。他还贴切地向台当局喊话，抱美国大腿就像是抱到一条假肢。帅化民退役后2度担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对于两岸交流和经济往来带来的好处有着切身体会。他也强调，此次解放军演习展示的是各种作战方略，除了军事上的震慑力，产生更深远影响的实际上是经济上的封锁。这也提醒台当局和台独势力以美谋独的严重后果。佩洛西悍然窜台，掀起台海新一轮紧张形势。解放军全要素实战化联合军事行动，迫紧合围台岛。前所未有的锁台军演，向台独势力传递出哪些警示信号？和96年台海危机相比，大陆增加了怎样的底气和定力？果断亮剑，中方多项反制措施如何对美台勾连实施精准打击？风雨欲来，两岸局势将如何演进？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对话多位两岸及国际人士，洞悉台海风云。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无视中国政府严正警告与强烈反对，执意窜访台湾，致使台海局势骤然升温。台军退役将领帅化民认为，大陆方面的反制措施可谓是有备而来。从此次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的实战化联合演训的划定范围来看，每一处都有精准的战略意图。第一个，所有封锁区大部分是在我们海港对外的主要航道上。北边2个就对基隆、新北市，那是我们北部的重要出口。中间海峡中线摆一个，是把你国际航线、国内航线、空中的航线全部阻断。南边在高雄外海、左营外海有个很大一块演习区，那个演习区根据我个人对台湾的这个防卫的这个了解，那个地方是很好的登陆区。帅化民还注意到，南部的演习区域范围较大，很有可能是便于训练2栖联合作战。与此同时，解放军此次联合军事行动，除了展示针对台岛的包围之势，对外部势力有可能的干预也做了预案。再往下走的屏东外面就是封锁宫古水道，封锁巴士海峡。巴士海峡是美国潜舰啊或者舰队啊容易进来，那这个地方产生一个预防作用，就是西边在台湾中部那一个演习区，加台湾南边这个演习区，它就等于把台湾海峡整个封锁一半了。剩下台东花莲这个可能不是大型的海空作战的地方，所以它演练的科目不一样。导弹打这边2个目的，一个是要破解台湾嘉山基地的地下洞窟，因为火箭弹也好，东风飞弹也好，它有钻地的，它可以打破你这个山洞的掩体。实际上，在解放军此次联合演训期间，美国航母里根号的动静也被密切关注。美国航母不能过来，因为在2000公里以内的巨子线里面，东风17、鹰击21
对美国航母的威胁太大。所以现在布林肯他们又在讲，哎呀，这次裴洛西事件完了，我叫雷根号这个继续监控。我请问，一条航母在一个战争里面能起什么作用？尤其靠近中国大陆沿海多少解放军的飞机，多少舰艇，多少飞弹，多少火箭，那不是你远道而来的几艘航母所能对抗的。帅华民指出，解放军连日来的实战化演训展示的是军事角度的锁台，但更深层次的是经济上的封锁，这也是向台当局和台独势力以美谋独发出强烈警示。这次演习啊，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作战，而是把各种作战方略都摆出来让你看。因为解放军的武器多，飞机多，可以使用的战局多，它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地点来作战。譬如说，它已经显示了全面封锁，锁台时间一长就变穷台。大家都很清楚，台湾是一个依赖外贸的一个经济体，我们需要的战略物资、基本材料是要从外面进来。台湾做好的商品、加工产品、电子产品要对外送出去。那台湾还有生存必要的物质，包含天然气、石油，还有五谷杂粮，这些都是要靠非常频繁的海空运输才能维持台湾的生存嘛。那台湾的经济来源也是这样子嘛。那现在这个封锁就已经是一个武统或者是封台或者穷台的一个威力展示，这个方式摆出来了。帅华民指出，在佩洛西窜台时，岛内还有台独分子抱有侥幸心理。然而，从目前来看，此次台当局勾连美方，挑动台海局势的后遗症很严重。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们要看后遗症。下面还有了更大的手段 ，ECFA 一停，台湾的经济怎么办？我们每年跟中国大陆生意将近1700亿美金啊，这顺差啊，那台湾能够承受吗？他可能有兵不血刃啊，我不需要打。谈及此次由于佩洛西窜台引发的台海局势升温，帅华民不断提及战略定力，他直指美方惯于在国际问题上挑起矛盾，让各方陷入内耗，而美国自己则总是置身事外。帅华民分析称，美国试图利用台湾问题阻碍中国崛起的步伐，故技重施，挑动台海局势，妄图坐收渔翁之利。你加速的速度比我快，我不担心吗？那怎么办？我是跑不过你，找人绊你一跤可以吧？谁来绊他？刚好台湾。为什么？台湾是美中关系里面最敏感的一个东西。美国这么多年就拿中国大陆的痛处啊，没事戳你一下了，这不是一次啊，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中国大陆讲的核心利益，美国对台湾的是边缘的利益，也可以丢。帅华民提醒，两岸应该保持战略定力，不让美方插手台海局势，才能釜底抽薪。那台湾就是最好的这个消耗中国大陆的起因嘛。对解放军这次环岛涉压演训行动，综合台湾岛内从民间到官方的分析，那么您从中品出什么味道呢？蔡当局的总基调是拥抱美国印太战略，协助阻遏大陆的和平崛起，正是笃定了美国不会跑，大陆不会打。尤其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得势后，蔡当局才胆敢与佩洛西一般美国投机政客合流，制造了这出蹩脚丑剧。那就别怪我们接着来一出军演证据了。台湾有人说我们出手好狠，军演环岛封门，还说飞弹过顶。但我想强调，这个时候矫枉必须过正，红线不可谈判。这次危机首先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大气候与岛内台独对外勾连的小气候所交织的恶果，完全搞错了对象，特别是误判了我们的决心和实力。其次呢，整个丑剧炮制中，台当局蔡英文集团绝非他们所掩饰的两大难为小的小可怜，而是极其阴险的政客集团。这从去年6月美参议员故意坐驻韩美军的飞机窜台，再到最近呢，
美国怂恿立陶宛等欧洲国家发声挺台，这中间蔡集团绝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造势者。面对这种新情况，我们的杀威棒打在谁身上都不过分。第三呢，我们绝不会跟着美台阴谋者的节奏走。这次军演还有相关的对台经济措施，并未像那些人形容的彻底破局，主要还是控局，用文武两手确保一中底线不破，并且不能影响我们的发展大局。统一这一不可阻挡的结果面前，大陆所要考虑的只不过是用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时机，尽可能和风细雨地走完这个过程。就像邓小平对美国议员说过的，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实在不行，那还得用左手，也就是军事手段。我们现在所努力的还是希望用右手，而不是左手。但好像蔡当局对我们的左手挺害怕。这些天，台防务部门连开记者会，还安排11位将军出席，似乎要专业解读大陆军演细节。可即便像管情报的连2次长这样的高官，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那么您怎么看呢？可以对比1996年的大陆联合96演习期间的台防务部门记者会，你能发现，哪怕美国扶植多年，台湾所谓的掌控共军动向纯属蓝言。96年的3月，我对台包括导弹试射在内的联合96演习，在此期间曾有一个主力师从内陆沿海沿着公路机动到福建，长期靠电监电侦和人力情报摸情况的台湾丧失了掌握长达2周，即便请美国帮忙也无济于事。到后来，当这个师的军车都在目的地满街都是的时候，美台才恍然大悟。台军的连2后来反思原因，认为除了解放军各级指挥实现了无线电静默外，还彻底的动用了光纤等新手段传递信息，使电监电侦全部破功。事实上，这种敌情不明贯穿整个联合96，而在今天呢，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台军的连2次长严有贤连我东站海军舰艇靠近台东海岸的情况也语焉不详，而且从电视画面看，显然他是真的不知道。事实上，撇开大家津津乐道的机舰出动、火力打击画面不谈，我更关切央美和台湾方面对我军异地同时的隐蔽兵力投送报道。请注意，从8月3号开始，电视画面集中给出了东站的歼2洞、火箭军还有远火分队的快速转进，特别是夜间出动，相隔几百公里的阵位准时到达，准时发射，无不体现了我军体系化联战能力。再结合那张新华社发布的演习区域图，意味着如果台当局敢玩火，将遭受多点同时而且多波次长时间突击，确保节点毁滩。此外呢，台将官在记者会上虽以敏感为由拒绝透露细节，但也暗示了他们对我军的动态已经力有未逮，许多情况已经无法掌握，这其实是重要信息。要知道，兵者诡道，台军对我军情侦察已形成套路，重点盯防的是当面的闽浙粤赣的军事目标，尤其以闽浙的东山、平潭、大陈等方向为重。据说，台军的作战中心值班官被要求对当面我军番号要倒背如流，一发现某频谱信号就要查出是哪个部队的。可看这次演习，无论我方主动发布还是台媒曝光，都暴露出台军这道功课用处不大，我军在台岛海岸线任意一点出现都有可能，而且突如其来，这就造成了作战的突然性，形成强烈的震撼。周二在青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来华访问的韩国外长朴振。此前一天，朴振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这也是尹锡悦政府成立以来首派高官访华。为何选择这个时间点？中韩对美方发起的芯片四方联盟的讨论，何以成为最受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来看报道。针对中韩外长的青岛之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两国关系面临深化发展的重要机遇。这次访问是朴振外长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新政府上台后首个访华的高级别团组。中方愿同韩方以此访为契机，加强沟通，
聚焦合作，推动中韩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韩国外长朴振行前透露，此行要与中方商讨的3大重点议题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保持全球供应链稳定以及文化交流和双边经贸的问题。深圳卫视注意到，韩国总统尹锡悦此前罕见对媒体表示，他指示韩国外交系统向中国解释，韩国在美方发起的芯片4方联盟问题上不是露骨的加入反华阵营，暗示韩方受到美国压力。尹锡悦还表示，若已产生误解，外交部应积极开展外交，消除有关误解。朴振则对媒体强调，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国，在供应链方面地位重要，韩国有必要在稳定供应链方面强化与中国的沟通和对话。此外，针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朴振说，韩国政府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没有改变，同时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也是本地区整体安全和繁荣所必须的。那么韩国作为中等国家，它与大国霸权国的战略目的不同，它比起扩张影响力、权力竞争等等，更希望地区的稳定和和平。那么另一方面，韩国确实也有一定程度的能力发挥平衡的这种作用。那么美国施展的一系列地区战略都需要地区同盟的配合。那么军事安全方面需要同盟提供前沿基地，那么经济方面需要地区同盟共同参与经济框架。那么韩国等地区国家、中等国家就可以起到一种避免排他性地区经济框架的出现，确保国际贸易的自由开放这样的一种作用。韩国 MBC 电视台分析说，在中美战略竞争激化的背景下，中韩外长会谈针对芯片4方联盟的讨论成为最受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朴振行前的这番话主要是想极力消除中国对韩国加入芯片4方联盟预备磋商会议的误解。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韩方已告知美方有意参加预计在8月底或9月初召开的芯片4方联盟预备会议，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国已经决定要加入该联盟。韩国《每日经济》上周日的报道披露，韩国总统府牵头制定的内部方案是，先以规则参与者的身份参加芯片4方联盟预备会议，并在会上提出自己的方案，如能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再决定今后是否加入联盟。据报道，韩方准备在预备会议上向美方提出，韩国希望芯片4方联盟可以遵守2大原则：一是参与国应尊重中国强调的一个中国原则；二是不提及对华进行出口限制。韩国政府一名官员表示，芯片4方联盟目的是为了相关国家能在半导体产业发挥协同效应，而不是在技术上孤立中国的技术安保同盟。按照今年3月美方提出的芯片4方联盟概念，美方向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出邀请，意在组建一个美国出芯片设计技术，中国台湾地区负责代工，韩国负责存储器芯片及代工，日本负责材料、零部件、设备应用的封闭式半导体协作联盟，企图遏制中国芯片产业。美方提出芯片4方联盟概念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很快就答应加入，而韩国没有给出明确说法，这让美国十分不满。美国总统拜登5月访问韩国时，亲自与韩国知名半导体企业的企业主见面，拉拢他们。7月，美国财长耶伦访问韩国时，再次在首尔敦促韩国在半导体产业领域减少对华依赖。佩洛西近期访韩时，据传再次对韩国政府施压。据韩国媒体报道，美国已经下达最后通牒，要求韩国在8月底之前答复是否加入芯片4方联盟。